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中国2024房价最低的10座城市。房价最低的城市呢，2000元就可以买到一套带装修的房子，你相信吗？近几十年来呢，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房价呢已经成为了无数普通民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房贷二字呢，也贯穿了普通人的一生。因为有无数人在高喊房价太贵。那么大家知道吗？我国房价最便宜的城市是哪几座呢？如果让你在这些城市买房定居，你愿意吗？第10名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市呢是属于中国的华中地区在长江的中游地带，常住人口呢是260余万人。在这里呢出土过的文物就可以证明咸宁是一座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生存繁衍。而咸宁这个名字呢，也是宋真宗给起的。除此之外呢，咸宁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不仅多次获得了全国宜居城市，而且其中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3%。在2024年呢，这里的房价平均价格是4047元每平米。第9名贵州省房价最便宜的城市是麻江县，那里的房价呢是每平米2450元。而前西南布依族和苗族自治州呢，位于珠江的上游，在云贵高原的东南端，常住人口呢300余万人，共有130多个乡镇，2000多个村落，所以前西南自古以来呢就被称之为鬼方国，后改名为夜郎国。在夜郎县呢，李白曾经有一首诗，写的是我寄愁新语，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指的就是这里了。那这里的少数民族风情极其浓郁，山川耸立景色宜人，每个季节呢都有不同的风景。但是在贵州省呢，这里的2024年的平均房价呢是3964元每平米。第8名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百色市呢是位于右江的上游全市共有371万人，有非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活，少数民族就占据了这里80%以上的人口。但是这里的人一般都会说壮语和普通话。而百色的房价最便宜的地方呢是银龙区挂牌的均价是每平米3800元。可能就是因为该项目的定位以及地理位置或者是市场需求等因素而导致的嘛。这里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天坑群景区呢，并且呢全国单季落差最大的瀑布呢也在这里。而这里的气候呢多以季风气候为主，所以怕冷的小伙伴们冬天可以来这里过冬的。在2024年平均房价呢，这里每平米是3871元每平米。第7名是石嘴山市，它是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那石嘴山市呢是以煤矿著名的，这里生产无烟煤，远销海外。全国12种煤呢，这里就有11种，矿产资源极其丰富。这里还有沙湖景区也是我国成立以来首批国家5A级景区，风景秀丽，别有一番风味嘛。常住人口呢是70余万人。在石嘴山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尤其是恒大绿洲项目的房价范围是在2800到3300每平米。那石嘴山市的房价在中国10大房价呢是最低的城市中排名第3，仅次于双鸭山和七台河市。在2024年呢，这里的平均房价是3856元每平米。第6名呢是吉林省辽源市。辽源市是处于吉林省的中南部，因为辽河再次发源，所以起名为辽源。那辽源的历史底蕴是极其丰厚的，在青铜时代呢，这里就已经有人在此居住了，而且这里呢是满族的发源地之一。在清朝以前呢，这里居住的人大多都是满族人。这里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但是严寒会很长，总人口呢是100余万人。在2024年呢，这里的平均房价是3710块每平米。第5名是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市呢古称鄞州，地处辽宁省北部，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它南与沈阳市和抚顺市毗邻嘛，所以铁岭市常住人口是226万，是中国粮食重要的出产市。全年的玉米产出呢就是20亿公斤以上，肉类也达上百万吨以上。以其农业资源煤炭资源和电力工业被誉为辽宁粮仓的能源之城。不仅如此呢，这里的文艺气息也很浓重，有着小品艺术之乡的美称。著名的小品演员赵本山和潘长江就是来自于铁岭。而2024年平均房价呢约为3623元每平米。第4名是甘肃的张掖市，它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这里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世界10大神奇地理奇观。这里的气候呢较为干燥，年平均温度为6度左右。这里的名胜古迹呢也极为丰富，有大佛寺、西来寺、葡萄镇等多个历史建筑。在2004年呢，平均房价是3515元每平米。第3名呢，黑龙江省双鸭山，它是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和隔壁的北极熊呢仅有一条乌苏里江之口。早在7000年前呢，满族的先祖呢就曾在这里定居，并曾在这里建都，但此后呢一直都是人迹罕至嘛，所以到了20世纪初呢，这里就发现了煤矿，才开始再次有人定居嘛。这里的煤矿资源极其丰富是我国10个特大的煤矿之一。煤矿的储量呢是黑龙江省第一，这里的人口呢约150万人。到2004年呢，平均房价是3180元每平米。第2名呢是黑龙江省的鹤岗市了。你以为鹤岗是第1名吗？现在不是了。相信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听说过鹤岗这个名字。这个城市多年蝉联我国房价最低城市排行榜，因为这里3万元就可以买一套房。以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边塞小城嘛，可是现在却因为房价低，一跃成为了中国知名城市。有非常多想要拥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年轻人呢，生活在这里，还有很多想要隐居的人也来到了这里，可是依旧止不住这里持续下跌的房价呀。在2004年呢，这里的房价平均价格是1850元每平米。那鹤岗是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境内处于黑龙江的东北部，其隔着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东南面呢又与佳木斯、松花江接壤，西南面靠着小兴安岭和伊春。整座城市呢，在黑龙江、松花江、小兴安岭3者构成的2江1岭的地区，且正好处于这个地区的金三角区域，位置重要，交通也较为便利。因此呢，鹤岗市呢也是国务院批准的黑龙江省的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是一个重要的边境之城。因为处于边境地带呢，有一条边境缓冲区，所以鹤岗的面积呢也不小，其整个城市的面积在1.4万平方公里左右。城市的面积呢有4500多平方公里，整个鹤岗市居住的人口是比较少的。根据2001年的数据显示呢，整座城市的户籍人口只有96万人左右，只比一些县级城市的人口呢稍微多一点，远远比不上地级市的规模。而造成人口稀少的原因呢，除了靠近边境线以外呢，跟它的地势也有关系。因为鹤岗市的地势呢，整体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一个走向，是3江平原向小兴安岭山地过渡的一个区域，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类似于一个陡坡的一个地段，因此就造成了鹤岗市的地形比较复杂。全市呢大致可以分为低山丘、慢岗平原、沟谷以及漫滩5种地貌，其中除了平原以外其他的地貌都很难以修建大型的居住地嘛，只能零星的分布少量的人口。特别是鹤岗市的市区呢，整个市区的西北部都是山地，占据了整个市区面积的72%以上，所以城市修建就难度很高，耗时也高，从而就使得城市化速度呢规模就很难提升嘛，严重的就阻碍了鹤岗的发展，也就造成了鹤岗人口的减少。而鹤岗的房价之所以很低，还有2个原因，就是一个是地理位置不好，因为靠近小兴安岭、黑龙江呢，导致它的地形复杂，不适合城市修建扩大，从而就导致鹤岗的城市化规模不够，吸引不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定居。同时呢，鹤岗又处于和俄罗斯交界之地属于偏远之地，自然就没有多少人喜欢往边界跑嘛。2是经济发展不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这里的物价上涨，孩子的教育费用父母的养老费用让每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都倍感压力嘛。那在这种压力下呢，大批的年轻人都涌入了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代表着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工资嘛。而像鹤岗这种边缘的小城市呢，就很难提供大批的岗位，自然也就很难吸引到年轻人来定居了。更何况呢，鹤岗虽然是地级市呢，但它的经济结构却还是以农业为主。因为资料显示呢，整个鹤岗市拥有耕地5100多平方公里左右，占据了鹤岗市土地的总面积37%左右。虽然农业的发达可以免除当地人饥饿的问题，但是使得当地的工作岗位就大大减少嘛。毕竟农业不像工业需要大批的工人，而鹤岗的工业呢，是因为煤炭资源而兴盛，但同样呢，因为煤炭资源而陷入停滞嘛，所以很少有其他类型的工业，因此也吸收不了多样的人才，所以也就吸收不了人口定居，这就导致了鹤岗市居住人口就开始减少，空房子越来越多，
从而就出现了房价大跌的一个趋势了。那第一名，你敢相信还有比鹤岗更低房价的城市吗？仅需2000元呢，便可以拥有一套房子。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到底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房价如此之低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房价堪比白菜价的城市玉门市。玉门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地处于河西走廊西部。说到玉门市呢，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又是如何呢？这座城市的古代是因为玉石之路的必经途径嘛，所以当时没有统一的货币就用玉石来顶替交税赋嘛。久而久之呢，玉石堆积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门，因此而得名玉门市。如今呢，这里的房价低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一套房子仅需2000元，均价呢仅为28元每平米。也就是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就能够在这里买套房，甚至能够买好几套。因为之前了解过鹤岗的房价3万元一套嘛，当时就感觉非常便宜了呀。直到我们发现了玉门，了解到这里的房价真的是令我吃惊啊。当时听到2000元的时候还以为是2000元每平米呢。直到跟业主再次确认说是2000元一套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玉门的房价真的是低到了尘埃里。那玉门市房价如此低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于是带着这一问题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吧。经过了网上大量的搜索资料，我们得知之所以房价如此之低与其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座城市曾经是因为石油资源丰富而繁荣，那石油产业带动了当地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也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随着石油资源逐渐的枯竭呢，玉门市的经济发展就陷入了困境，许多原本依赖石油产业的居民就开始面临失业的困境了。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呢，这座城市就开始通过搬迁进行转型，也有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前往其他地方打工嘛。正是这样呢，人口的流失让这里的房价就越来越低，甚至一些当地人说白给都不要。那随着网络的发达呢，低廉的房价也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嘛，于是就吸引了一批人选择来到这座城市投资和居住。对于一些人来说呢，2000元一套的房子即便是不住也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嘛，等待未来升值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他们则看中了玉门市的低廉的物价和生活方式的成本，以及呢安静的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和实现躺平的梦想还是可能的嘛。当然了，对于玉门市的房价低适合躺平呢，我们也要从两面性去看待嘛。因为房价低廉的背后也是反映出了众多的问题的呀，比如像资源枯竭经济萎缩、人口流失、房屋空置等问题呢，都是需要解决的呀。所以来这里买房呢，也证明了其蕴含着巨大的潜力和机遇。玉门市这样的房价低廉的城市虽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更应该从两面去看待这座城市的发展。如果想躺平的话，来这座城市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如果想去那边打工的话，就别考虑了。看到这里最后我们应该用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些城市的发展问题嘛，为他们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经济的增长点。所以你们想选择哪一个城市去买房和发展呢？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